这位80岁的老人一生从未拍过照，直到我给他拍下这张照片，他递出怀里的馍馍的那一刻，瞬间差点让我破防。这是我自驾旅行甘肃的路上，夏季的甘肃，放眼望去，绿油油的一片，颠覆了很多人对甘肃的刻板印象。这天我开车经过一片草地的时候，看到坐在树下的这位老爷子，我上前和他打招呼，然后发生了这段难忘的故事。原来一个人的质朴可以纯粹到如此地步。风里雨里，我在村口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小白，这个是安妮，这个是波妞。我现在自驾游来到甘肃定西和天水之间的这个山脉里面的大山里啊。然后我来到这边呢，其实昨天傍晚的时候，我经过这个地方啊，我发现哇，这边好多村子都非常的美。你们看到我身后此情此景了吗？是不是颠覆了你们对甘肃的印象？绿油油的农田，还有远处的小森林，整个村子啊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啊。然后我今天决定在这儿挑一个村子，进村去寻找我们的有缘人。跟着我的镜头，咱们一块儿出发。我们就从这里往那个村子那里走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哇塞，那里有2个当地人在那儿干活啊，我们去问一下，他们这种的是啥呀？有认识的吗？这个是啥？我对这边的植物一概不了解啊。这边地里很多种这个的，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很好奇啊。我先去问2个当地人，问一下啊，万一是我的有缘人呢？哇塞，好多蜜蜂啊！呜呜的飞，这里面没有辣条吧？他们这边好多花花，你看一下，天好漂亮，各种各样的花花啊！哇塞，这个花好漂亮，这叫什么花呀？你看一下，好美啊！他们这片全都是，我看到他们了，哇，好香！这是胡豆呢，大豆，那是豆角也开花的了。哦，你们是这个村的吗？哦，我们这个村的。前边那个村，哦，你们这个村叫啥名啊？八老村。打捞村。八老，八字八。八老。哦，八老。哦。八老村，是哪里是？贵州遵义。哦，贵州。哎呀，远喽。对，我们是从那个卓尼那边过来。你们是不是采访啥东西的吧？不是，旅游。哦，旅游的啊，旅游自驾游路过玩儿。你大豆说的还是？直接吃啊？没事没事，俺那后头的这种剥了吃啊。剥了吃啊？啊，把那个剥了，剥了干壳壳就能吃啊。你们这边一天吃几顿饭啊？我俺这一个坏人拿着馍馍就吃了吧。干活上山拿着馍馍吃了，就不回家了。不回家了，晚上才回家，晚上才回家才吃饭。好甜。哦，咱这想吃了的就有的担子了的就经常吃吧。哦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忙到啥时候了？天黑了我就走了。哦，这个是什么花花啊？那个就是木薯啊。木薯。哦，拿这个不啥喂牛喂羊这种。哦，喂牛喂羊的。哦。啊，远处的村子啊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农田，所以就很美啊。2位姐姐也挺友善的，简单聊了一会儿啊，还准备给我打包胡豆吃。我本想着和他们搭讪熟络以后啊，去他们村子做客，然后借此机会先给他们拍个照片，这样增加对我的好感。可他们怎么说也不愿意拍，由于他们也要忙活啊，就没有过多再打扰。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，遇见了这位在树下放牛的爷爷。你好，爷。就到这儿来玩了。就这意思啊。啊，贵州过来的。贵州过来啊。哎，一个月这。一千多公里了。你放牛呢？哎，放牛。哦，多少头牛8个。18个了。你是哪个村的？我是高老村。漂亮，这个地方。这地方你没走过？这儿是第一次来。老多的你去吧。狼多。我是从那个叶立关下来的。啊，放牛放一天了。放一天。到处跑，到处旅游，拍照。啊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。老伴儿呢？在家了。你们在这边一天吃几顿饭？一天吃2顿饭嘛。早上几点钟吃的？我7点就吃饭了嘛。第2顿饭呢？第2顿饭就到晚上就7点了。中午不吃啊？中午就拿一口馍馍出山再不回家嘛。哦，这样子了。要不这样更好看点啊。你坐呀。牛这里购买多少钱？几千块。几千块了。哦，那你们养一头牛养几年啊？我7、8年了。一年卖几头啊？一年卖个2、3头啊。一头多少钱？3、4千呀。一头？这么便宜？哦，去年好，去年那一头1万元，这2年谈着不成啊。价格不好啊。
不种这个豌豆我们啊？种种呀啊，也种豌豆了。对，我们这黄芪啊、稻穗啊、丹桂啊，这都可以。都可以种啊。尤其是大玉米、大豌豆，啊，青稞，青稞青稞你有点种。不种，我们老家只种米、水稻。我看着老爷子坐在树下的场景，很有画面感。作为一名摄影师，肯定不会放过记录下这样的画面。当我提出给爷爷拍照的时候，他也欣然答应了。也正因如此，才发生了接下来差点让人潸然泪下的对话。你坐那儿，我给你照。来，爷，准备一个啊，3、2、1。啊，我可以给你洗出来。爷贵姓？ 6个字的，新的，姓李啊，哎，我叫小贝。小贝。对，啊，我送给你。你放多久回家？晚上？那我晚上7点就回家了。晚上7点回家。哦，那我给你洗出来。啊，洗出来给你拿过来。等我一下啊。现在已经打印好了，这张照片非常漂亮啊，我觉得非常的美。这里的风景真的漂亮。爷，那你看一下，不收你钱，送给你了。啊，你要抽烟吗？啊，抽烟去了？抽烟？啊，不抽。不抽烟啊？哎，抽烟我就带上烟这个。不抽不抽。这个小车照的。照得好啊。80岁了。 80了。要今儿没带钱。不收钱。不收钱。对。免回家。对，送给你了。啊，我不收钱，是个缘分。我路过这儿，我看觉得漂亮，停下来，咱就拍个照片纪念一下。哦。以前没照过相？没照过。从来没照过相。真没照过。没照过，我不是去了农村人呐。啊。超不上，没照过相。没照过相。爷爷说他80来岁了，却从来没有拍过照片。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我心里感到不可思议，心里面也顿时酸酸的。直到他拿出身上的馍馍递给我的那一刻，说出的那些话，真的让我有点包不住眼泪。我吃这馍，你有吃过了？我给你洗一点，你吃着。啥？馍馍？哎，你自己拿着吃。你没吃过？我这是青稞面。你自己拿着吃。哎，你烧一下嘛。那我尝一点嘛。这个我怕你不够吃了。哎呀，弄不能吃嘛。你要一家上这吃去。馍馍。我这就生活就周围那些。没事儿。哎，尝一点，我拿着尝一点。你不能全给我，你不够吃。我分一点吃哈，我尝尝味道。我们开着车了，我想去哪儿吃就去哪儿吃。好吃。那这个上去，分一点让他尝尝。来，你拿着。你再备点。你拿着，你不够吃也。再备一点给你。好。备一点，多备一点了，备一点。哎。好。我有这点就够吃了。你有这点就够吃了，哪够了？多吃点。我人老了不成了。成，你身体好着了。在家呢，要说这几个牛不到那没人放，这月没老你了吗？你几个娃？那3个呢。3个娃。这呀，哎，你看一下，这儿有蜻蜓呢，好漂亮。这样看着这幅画面好美呀。哎，那个蜻蜓怎么没有屁股啊？4个翅膀，为啥跟我们那边的不一样？我老家的还没有屁股啊，它这个。不一样嘛。我7点就回家了，上节目要走了，你在上节目上等我。去你家啊？中，那就上你家。好，天哪，这个小水潭边上啊，风景太美了。知道吧？啊，我们工作就是到处跑，到处拍照，照相，然后这就是我的工作，也能挣钱。对，反正你看这个纪念呢，我装着这点宝贝呢，装宝贝了。有娃过世了，你看娃们手里是个纪念娃，对不对啊？你还早着嘞，还早着嘞。好，别说这些话，还早着嘞，还早着嘞。爷爷的家就在附近的村子，他要放牛到天黑才回家。不过离天黑还有4、5个小时，我就决定去附近的村子转转，看看能不能买一只鸡啊，到时候去爷爷家里做客，然后我来做给他们吃。我们现在来到村里面了啊！哇，这个太阳真的是晒死了。我已经看到鸡哥了，哇，这大公鸡，这个羽毛看着漂亮。Hello， 你们好，
那个鸡是你们家的？能帮我问问吗？他们卖不卖啊？谢谢。小伙计，你们家的鸡卖不卖？不卖啊？好玩。驴的。哦，从这儿路过，哎。是，没事，让他喝吧，提着了，喝一喝的那是干净的水。来嘛，喝。谢谢啊。你们村里面有人卖鸡没有啊？鸡啊，买只土鸡。土鸡啊，你们小时候的吃。对，我们自己弄吃。不知道。又是哪里的？贵州。贵州的。啊，你们这晒的是什么？苦苦菜特别好吃。苦苦菜。对。山上挖的野菜。对，到冬天的时候吃。到冬天的时候吃。对，下饭吃拌凉菜特别好。苦苦菜。对，苦苦菜这是新鲜的，我们那是炸出来的。哦，就这样的。对，哦，特别好吃。好嘞，谢谢你们啊。完了，都没有买鸡了啊！俺一来到这个村里面，搞得鸡飞狗跳的啊！上面来到头了，真的很美啊！这样看着，进村来都好像没人在家啊，在家的咱们又买不到鸡啊。咱们透进去看一下，你们看，是不是特别漂亮？这里边，这就是甘肃的小院啊。一旦走出云贵川渝，咱吃个鸡就比较难啊。不过在这边吃个羊挺好的，很容易，因为这边很多人都养羊啊、养牛，但那成本太高了，我赚不回来啊，兄弟姐妹们。在附近的村子转悠了一圈，你看这景色，横看竖看，是不是都挺美的？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，为什么他们有鸡都不卖呀？实在找不到鸡哥以后啊，又开着车在山里转悠了一会儿。这时候我突然想到，爷爷从来没有拍过照，干脆啊就把那张单人的也给他打印出来，留给他做个纪念。本来一开始没想给他打印这张的，为啥？因为我的相框不够了。然后这边快递啊，买这个相框特别麻烦，寄到甘肃这边来。然后每天赶路呢，又不方便接收快递。我是因为听到他说了那句话，活不过几年，然后就说他要留一张给后人，我就给他把这张做出来了。我们现在一下子从山顶歘的一下哈，哟，来到下边了啊！老爷子还在那儿放牛啊，这风景看着特别漂亮啊，美极了。这会儿啊，他们这里边是有车拉着东西进来啊，在这个村子里面卖东西。现在已经是6点钟了啊，但是这里的太阳跟我老家1、2点钟的太阳那么晒。哇塞，你们看一眼这边，这阴阳交替的地方，这样看着很有层次感，非常漂亮。呀，转来了，来，你不是说给后人吗？后人这个照片好一点儿，好不好？好啊！哎，喂，扭，哎呦，丢，我呀，坐，我呀，顶，安妮过来坐下。哎，我狗是我是狗。哼。那个牛的牛角好尖锐啊！这个是什么品种的牛啊？啊，那个牛的牛角好尖锐。你是不是喜欢？我不喜欢。你喜欢我给你找了。哎，看着正上下。好看着嘞。你们是一个村的？一个村啊。你们看一下我如何吸引这个牛关注度的。你看它还回应我，我丢。哎，看到没有？全都来了。这也打招呼了。对，来嘛。我的动物朋友，你看，他们在互相打招呼，在交流。我家里可出一件铺盖很铺盖？哎呀，我们去镇上。镇上是啊，我到你等我住家来着。住你家了？哦，看情况嘛，可能不住了。今晚还是这个家里转一下。去你家里转一下。哎，再回来了，原在这个地方回来了，你就可以看一看我。好，死了嘛，活着的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说这些话儿好着嘞。咱年纪大了嘛，好着嘞。
我去你家转转，我下会儿记着你了，记着你了，我下会儿来哎啊，下会儿来又来看看你。哎，对，我说的就是这个话。中，下会儿来你还在？哎，你这还在，还在。从事咱有3个人啊，重孙都3个了5岁子、4岁子。 ，4、5岁了。哎，哦，我这里这纯属还有20年亲戚。我30多啊，像我们能不能活到80都是个未知数了。俺我们这这儿有2个老人是85了，85了，从脸嗯，还在呢，还在了。你能活到90以上？哎哎，想死啊，还活啥呢？哎，好好活嘛。和爷爷坐在草地上聊着天儿，看着远处的牛群，还有这蓝天白云，让我想起了童年。有时候会牵着爷爷的牛去放养。我记得有一次趴在牛背上睡着了，还是他拖着我回家的。老牛走得小心翼翼，估计是怕把我惊醒了。所以在我的记忆中，牛是很通人性的。现在天快黑了啊，其实已经7、8点钟了，快8点了。现在赶牛回家去了，去老爷子家里面看看。前边哦，就回家到这坐来的。哦，记着了啊，这葱挺大了啊。哎，这就是能放的啊。啊啊，好，来姨，拿着。好，奶奶好。啊，吃饭去。好好好好好，上走。好好好，坐炕上。好好好好好，这个是热炕。热炕。哦哦，再不说那个都。好好好好，谢谢爷。哟，这个电视机这么小一个，正方形的，还是以前潘志那种。这是够，这是吃。哦，野生草莓。哎，哦，这个好吃了，我知道。这炕是。好好好，野生草莓这个是，有多少人吃过野生草莓？我来收拾。好，给喜欢来玩。好，好，不客气啊。我吃我就开哈，奶奶。肉家的哪的呢？贵州。贵州。对。我家兰州有比这家兰州都办不到，还贵州。哈哈哈哈。家里边小，但是你们发现没有，很整洁，很干净。这我的朋友都不知道啊。下回来就知道了啊。哦，我下回就来。啊，下面片了。哎。谢谢奶奶。哎，你了解，还有口活，我就穿竹子菜羊肉。哦，好，自己种的菜养鱼。菜羊肉。好好好，谢谢奶奶。这个就是用来烧炕的牛粪，这是啊，这是他们家门前的菜园子，还挺大的这个菜园子。他们屋门前的柴火堆放的还挺整齐的。来到爷爷家，奶奶已经做起了晚饭，她也很热情地招呼我。从她的言语和神情中可以看出，奶奶也是非常质朴善良的人。在路上劳累奔波，遇见这样的人，心里面总是感觉很温暖，也会给我的内心带来一种神奇的能量，让我不知疲倦。吃馍，吃馍。哎，好，奶奶弄的面吗？这就是我们这是青稞馍馍。哎，好好好好，青稞馍馍。好好好好好，你放这儿，放这儿，没事儿。兄弟姐妹们，不是我嫌弃啊，真的，西南人到西北来吃凉的馍馍，吃了胃绞痛的，真的。做好了，这么快？你不吃了呀，爷？我们先吃。哇，这个看着挺不错的，很有食欲。谢谢奶奶。哎，好。这是醋啊。哦，好好好。你们吃过了？没吃。没吃，一块吃了。哎，你吃个可下。好好好好好。你看看这冷来几次？头一回来。就是啊。多少年子了？32，快33了。啊。是。哎呀，头一回这样坐在炕上，这种感觉啊！吃一碗当地的这个面，尝尝啊。美食品鉴时间现在到了。这个味道吃起来好吃。这个味道，像小时候我奶奶做的味道，好吃。野菜，然后那个雪花子，这是不是那个苦苦菜？就是。哦，哎，今天在那个村里面看着那个苦苦菜，没想到在这儿吃上了，真的很好吃。
一点儿都不吹嘘。你能吃几碗？1万多。？1万多。有时候还能吃2万。那你胃口好了。好这个是之后吧。对呀、这个面的味道真可以，韩子啊，比我们去的很多店里面吃的都好吃，真的。你家里几口人啊？我爸爸妈妈，我是一个，我这个抽奖了。没有，我堂弟啊。全干完了，这口面真好吃，不是我饿了，真的很香，好吃。吃上了，我都吃饱了，给可下着了，赶紧自己来吃。下次多了。虾子多了，那我们把它吃完。你赶紧弄了，自己也吃点儿。哎，好，忙了一天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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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吃饱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这吧啊。西北农村的这碗面真的有一种魔力。我明明是一个吃不惯北方面食的人，但是这样的臊子面我可以顿顿吃它。奶奶做的这碗面啊，就像柿子村奶奶给我做的番茄鸡蛋面，吃完以后胃里暖暖的，很踏实。咋对的？全吃完了，饱了，饱了。吃饱就饱了。这个比较管饱，米饭不管饱。我就是手擀面，手擀面啊，手擀面。你这不吃个子还是我高兴这个？我吃你的饭，你高兴着很，好吃。这咋着了？做了吧？在这儿煮，啊，没事儿，我下去煮。你这儿煮你也煮不下，不方便嘛。你要在这炕上煮，我也干好这种的。哎呦，你们睡这儿娘有车了，有车就这样。有车，那晚上我给做完了，嫌给我糟呢。不嫌不嫌，出门人不嫌，有一口吃的，有一张床睡就很好了。下一回再来了啊。啥？拿上，好吗？我拿着。就是个适合着了。啊，这个再来了，这个人拿娘给，谢谢好吧？谢谢。4块，好，下回来我记着了啊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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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人拿娘给，哎呦，下回来再来拿。下回来是晚了。那让你喝吃啊。好，走了爷。好，走了婆婆啊，不用送了啊。好，我开着车的方便啊。走了，拜拜。啊，你不用送。好，明天我就叫来啊。好，还在这儿住着呢吧？好，好，好。有时候在路上总会遇见一些很好的人，走在他乡的时候也是暖洋洋的啊，挺喜欢这里的。离别的时候，爷爷奶奶硬要塞给我吃的，怕我在路上饿了肚子。听着他们说的话是如此质朴真诚，虽然只是短暂的相处，可这样的情分实在难得。我一定会坚守自己的初心，脚踏实地地走在这条路上，只为对得起他们的这份真情。我是简小白，怀着一颗炽热的心，奔向远方的星辰与大海。美好的故事永远在下一片乡土里。